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转型疯批美人杨无坚，是演技炸裂，还是资本的游戏？红衣如血，金环闪烁。当侯明昊饰演的杨无坚在《碧血禅》中惊艳亮相时，那张极易容、病弱、亦正亦邪于一身的疯批面孔，瞬间引爆了古装探案剧赛道。这个颠覆性的角色让观众惊觉，曾经那个在护心中温润如玉的天耀，在启航里正气凛然的裴庆华，如今正以疯批美人的姿态完成一场彻底的转型。这场破圈风暴背后，一个尖锐问题浮现：杨无坚的成功，究竟是侯明昊个人敬业精神的体现，还是资本运作下的精准投喂？侯明昊的演员之路曾贴着清晰的标签：古装美男，从护心里让人共情的天耀，到少年白马醉春风中热血燃情的百里东君，他的银幕形象始终围绕着清新正直、美强惨的设定打转。这种形象定位为他积累了观众缘，却也无形中画地为牢。杨无坚的出现，如同一记重拳打破了这层玻璃天花板。这个角色是长生宫的关水长老，表面背负污名，实则为洗清师门冤屈潜伏江湖。核心魅力在于极致反差。红衣金环的惊艳造型下，藏着百无禁忌的疯批魄力。更残酷的是，因长生宫人离换血亏正皆短命，杨无坚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行事恣意却坚守情义，形成残命仇知己的悲壮宿命感。这种设定彻底抛弃了传统武侠主角的伟光正模板，在对抗陆莽夫的战斗定位与重情重义的情感内核间碰撞出复杂火花。角色不再是简单的善恶二分，而是游走在混沌与秩序边缘的复杂存在。易容术的精通让杨无坚能够在不同身份间无缝切换，上一秒还是翩翩公子，下一秒就能化作妩媚女子。这种伪装能力对演员的信念感与肢体控制提出了极高要求。塑造杨无坚这样的角色，光有外形突破远远不够，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用表演细节构建人物的灵魂骨架。侯明昊的表演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层次感，眼神戏成为他诠释角色矛盾性的关键武器。从温柔到偏执的切换，需要在毫厘之间完成。这种精准控制让观众能清晰感知角色伪装与真我的挣扎。路透视频中，睫毛挂血珠的疯批画面成为热议焦点。那种病态美感与破碎感的交织，让角色在视觉层面就具备了强烈记忆点。病弱体态的塑造则考验着演员的体能极限与表演技巧。为了展现长生宫人短命的设定，侯明昊需要在打戏的凌厉与病态的虚浮间找到平衡。据悉，他为此进行了专门的缩骨功训练，让身体能够呈现符合角色病情的姿态特征。碧血禅拍摄历时114天，从横店转场云南香格里拉，在海拔超3000米的高原环境中，侯明昊克服高原反应和胃痛，高危打戏坚持拒用替身。这种体能挑战背后，是对角色完整性的极致追求。原声配音的加入让表演的完整性更进一步，声音情绪的把控成为强化角色破碎感的重要手段。气声、喘息等细节处理，让杨无坚的病弱不只是视觉呈现，更成为可听可感的生命状态。导演潘安子盛赞其对角色层次感的把控力。这种来自业内的认可，或许比任何粉丝赞美都更具分量。杨无坚并非侯明昊转型之路的孤立，待播剧《雀谷》中，他饰演的靖安王世子萧无一，表面是荒淫暴力的魔头将军，实则心怀天下，暗中筹谋改革。逍遥里化身万妖之王红叶，银发造型与奇幻设定再次突破舒适区。这些角色选择呈现出清晰的转型逻辑，从古装美男到复杂角色驾驭者，
从单一类型到悬疑、权谋、奇幻等多题材拓展。这种转型背后暗藏着市场博弈的精妙计算。当下影视市场对流量演员存在天然刻板印象，口碑突破需要角色复杂性与表演深度双重加持。疯批人设在近年成为市场新宠，从莲花楼到碧血蝉，观众对亦正亦邪、充满矛盾张力的角色表现出强烈偏好。侯明昊的选择看似冒险，实则踩中了市场脉动。但转型从来不是单行道，粉丝经济在演员职业生涯中扮演着复杂角色。侯明昊戏外与工作人员的萌趣互动，取消粉丝应援的暖心举动，为他积累了良好的观众缘。这种戏里疯批戏外甜妹的反差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魅力磁场。然而，粉丝支持与演技认可之间并非天然等号。当资本推力介入时，个人努力的价值评估变得模糊。高原拍戏、体能训练、剧本研读、原声配音，侯明昊在《碧血蝉》拍摄过程中的付出有目共睹。剧组人员透露，他在拍摄间隙都不忘练声乐，高危戏份坚持亲自上阵。这种内娱卷王式的工作态度，让敬业成为他转型叙事中的重要标签。但行业现实的残酷在于，努力不一定能直接转化为演技认可。碧血蝉的制作背景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视角。该剧改编自不明眼同名小说，融合江湖恩怨、民俗怪谈与克苏鲁式恐怖，属于当下热门的中式克苏鲁武侠题材。IP 热度、团队配置与演员选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网络。资本与创作的博弈在选角阶段就已开始。侯明昊能够获得杨无间这样的角色，既离不开他个人在护心等作品积累的观众基础，也离不开背后团队对市场趋势的精准判断。疯批人设的市场偏好让这类角色成为稀缺资源。演员能否抓住机会，既考验个人实力，也考验团队眼光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角色成功究竟是谁的功劳？是演员用表演赋予了角色灵魂，还是题材红利为表演提供了发挥空间？碧血蝉将武侠、悬疑、奇案元素融于一炉，这种复合型题材本身具备爆款潜质。杨无间的疯批美人设定，在视觉冲击力与情感张力上都有先天优势。侯明昊的表演让这些优势得以最大化呈现。但若换做其他演员，角色是否依然能够成功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却指向了演员个人努力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真相。侯明昊通过杨无间实现的，不仅是一次演技进阶，更是一次行业认知的重新定位。他从靠脸起千楼的古风小生，向实力派演员的标签稳步靠近。导演的公开赞誉，业内的正面评价，都在为这场转型提供背书。然而，演员的价值从来不是单维度评估体系，在资本、市场、粉丝、创作的多重力量拉扯中，个人努力只是众多变量之一。杨无间的成功，是侯明昊在正确时间选择了正确角色，并用足够扎实的表演完成了角色塑造。这个过程既有个人职业规划的主动性，也有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窗口。古装探案剧赛道的竞争日趋白热化，莲花楼之后，观众对这类作品的要求水涨船高。碧血蝉能否成为又一部爆款？杨无间能否成为侯明昊职业生涯的转折点？最终还是要交给观众和市场来裁决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当演员愿意跳出舒适区，用敬业态度挑战复杂角色时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这种尝试本身就值得尊重。观众在见证这场转型时，也在进行着自己的价值判断。我们看重的是演员的光环效应，还是表演本身的感染力？我们支持的是资本包装下的完美商品，
还是创作者用汗水浇灌的艺术尝试？侯明昊的《杨无间》恰好处在这个问题的交汇点上。你看好侯明昊凭借《杨无间》实现演技口碑的实质性飞跃吗？为什么？